喂，你这天黑了才想起我啊？我已经到家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老伙计。你是带着对我的一腔不满去的吧？你们俩一定骂我骂得十分痛快。妈饿了没？回来煮面给你吃。你白天跟女朋友吵架，晚上煮面赔不是？你这变脸比川剧还厉害。可惜我不解风情，在老伙计吃饱了，不饿。唉，确实可惜了。我熬的高汤煮面，鲜香美味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不知道多带劲。你不饿的话，我只好一个人吃2碗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对不起什么？你哪里不好了？对不起我女朋友的关心，没有好好跟你解释，还冲你发脾气，是我不好。你道歉的态度倒是很端正。做你男朋友总不能一点优点都没有吧？不然我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图什么？图你人帅钱多有眼光，还会煮面。真好。饿了吗？嗯。那我们煮面吃。关于姚乐飞，陆晨阳，我想通了。那天我对你发脾气，我也有不对。虽然你是我男朋友，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告诉我。你也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以后如果你判断某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即使我是你女朋友，你也不用告诉我。我完全相信你。吃面吧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我是尊重你的劳动成果。你慢点吃，吃完了我再给你煮。够了。吃完这碗我就要减肥了，这2天一直生气，吃很多，肉疯长。别人都是生气吃不下东西，你还挺特别的。我就不能给自己的嘴馋找个借口？干嘛惆怅？面都不香了。那这周末我带你去放放风。我倒是想，但是没时间。5项改建的设计还在不断推翻当中。我有个一举两得的主意。不然。哎，别打我！我鞋带开了，别这个小心摔倒！让你吓我！我不下。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
同着独立的两个心，才接近命中注定。只叫我梦里都是你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. 之前委屈你了。我能想到二叔和心仪用这么蠢的把戏，但是没想到 Carrie 最后竟然会帮忙。再狡猾的人也有他的无奈，只要你懂了他的无奈，他自然会跟你站队的。以后我也会尽量学会懂你的无奈。我的无奈就是你动不动转身就走，不是要搬家就是不理我，我唯独拿你没办法。我反省，我改正。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人生中遇见你是最幸运的事儿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一直在一起。那你怎么保证？我用我人生攒了30年的运气在你身上 all in， 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走吧。还走啊？你想找设计灵感，少不了要多走走看看。就不能多歇一会儿吗？好歹也算我们俩的约会。才走这么点路就累了，说好要陪我一直走下去呢。那我还要问我爸，问他怎么选的人，都不知道心疼我的膝盖。这样总可以在叔叔面前美言几句了吧？放我下来，这样你的膝盖会受不了。你这么轻，没问题的。好的，那我就享受一下男朋友的福利。现在轮到你站出来了，我们齐心一定给陆存阳一点颜色瞧瞧。别说是不染了，该属于你的，我通通帮你拿回来。要给陆存阳颜色看看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当我不知道你给我那个股权转让协议是张空头支票啊？我假装答应你是为了替不染探探敌情，以后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了。少和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妈，子禾最近报了个总裁班，在经营思路上跟大佬开拓点见识。我看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，收心收了不少。收心是对的，你们俩呀要多腾出时间，多花心思在他身上。我想你们先不用去公司了，把联姻的事情尽快安排上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贤内助，或许我还能指望他。妈，子禾还小，这事儿应该不着急吧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
杨明给你打电话了，你要回一个吗？他找我都是工作，今天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今天累一天了，帮你按按。嗯。左边。好的。舒服吗？嗯。你说我们今天踏青、逛超市、买菜回家做饭。我怎么跟你谈个恋爱，马上就奔老年生活了？情侣这些浪漫的事一件都没做。怎么老年生活了？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和你一起压马路。一起穿情侣装，一起看星星、日出，一起亲亲。回来了怎么不接电话？谁来了？应该是姚蜜吧。帮帮我！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去超市了？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了啊。你放那儿就行了，我自己收拾就可以了。你自己收拾行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逛超市了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。以后这些东西你不用帮我采购了，我自己可以。你不是嫌干这些事情耽误时间吗？自己逛超市当然没意思了。太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饿了，我煮个面吃。我今天忙一天了，你回去点外卖吧。那我喝个茶走了。喝茶容易兴奋，我想早点睡觉。你跟不然，我们和好了。看来我之前在聚会上的自作主张，不算是帮到忙。老板应该谢谢我才对。我谢谢你，但别再有下一次了。太晚了，我去洗个热水澡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他走了吗？我跟他说我来洗热水澡的。聪明啊！但是姚蜜怎么知道你家的密码？我的错，马上改。喂，姚蜜还在外面呢。请进。开着提的离职，您批一下。
虽说凯瑞为您唱了最后一出好戏，但他终究是华董派来的。您对凯瑞仁义，是因为他帮助过不染的缘故吧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凯瑞唱这么一出，光华董对付他已经够他受的了，我们就好聚好散吧。对了，上次的行业聚会，你当着全行业的面说出不染是易家人，这会对不染造成更大的非议。我都知道错了。我不想易家对不染的影响一直延续。老板处处为不染着想，做老板的女朋友可真幸福。我想尽可能的保护他，希望他不要再受到任何伤害。叶子鹤，什么意思？来相亲就拿出点诚意来，只会看手机喝闷酒，瞧不起谁呢？吵吵嚷嚷干嘛？就是走个过场嘛，彼此回去好交差不行吗？你真是不把别人的时间当回事儿。本小姐一天赚的钱，包个男人各项能力都能秒你，成天拿着长辈施舍你的钱，装大爷的孙子，我真瞧不上。庄主，看不起谁呢？这不是陆慈阳的心腹姚密吗？这么快就走了？再喝一杯，我请。让开！哎，从来没有看不上我的女人，只有我看不上的女人。今儿我就要挑战难度，和杨幂约会。坐会儿，喝一杯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走。叶子鹤，你放开！干嘛呢你？喝多了吧？那有钱呢，拿去花。你拿着女人给你的钱装什么装？我，叶子鹤，你干嘛你？大哥，大哥您消消气啊！我朋友相亲伤了自尊，多有得罪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我这就带他走。注意点儿。刚要不是你拉着我，我非要揍那个臭小子满地找牙不可。丢人现眼！哎，你干嘛？等等，放手！你为什么替我赔礼道歉？你放手！我不欠女人人情的。你放手！你想要什么？我给你买。叶子鹤，你放手！我的自尊心只有靠泡妞给，只有看中我身份的人才要给我尊重。在我奶奶眼里，我就是个一无是处的东西；在我爸妈心里，我就是个被宠坏的孩子。我堂堂一华接班人啊，却要通过商业联姻来体现我的价值。我一肚子气，泉下酒了。起码你有你爸爸妈妈和你奶奶给你锦衣玉食。想想那些亲人都没有了，在外飘零的人，你确实不争气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这么优秀，你来给我当秘书，我保证比陆慈阳怜香惜玉。别走，我还没说完。我得找人倾诉倾诉。倾诉倾诉。喂，老板，我现在有点麻烦，我把位置发你。陆慈阳眼那么瞎，连我姐那只斗鸡都看得上，你在他身边不会有前途的。叶子鹤，叶子鹤，叶子鹤，杨幂，杨秘书，你看看你这个鬼样子，
就你这废柴也配占姚蜜便宜？谁是废柴？别，谢谢啊。这么巧，散步刚好经过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找机会还你。现在还怎么样？我听说陆岑阳原本是要做陆家的上门女婿，这件事情是真是假？帮不然打听的。陆总和陆思琪从小一块长大，两人感情很好。老陆总一直把他当女婿在培养。陆明宇破产以后，陆思琪受刺激失忆了，陆总一直把他保护得很好，赘婿是无稽之谈。不过陆思琪确实喜欢陆总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走。你才是废柴。谢谢你帮了姚蜜。帮自己妹妹，天经地义。不过我想问你，怎么就在关键时刻这个日记本就出现了？你不会是做的道具糊弄我的吧？我哪有那么多功夫写这么多？我只要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不然，你就对我没什么威胁了。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啊？你不像是会心软的人。因为你是他最在乎、最珍惜的朋友。如果让他失去你这个朋友，恐怕比失去我更让他痛苦。我不会做这么蠢的事儿。陆岑阳，你什么都有了：爸爸、妹妹、家庭、公司，本该属于我的一切都被你占了。你能不能就把不然让给我？不可能。如果你心里不平衡的话，我可以把品上的全部股份都给你和思琪。陆总果然比易皇大方多了。但是我不会认输的。别让我有机可乘，否则我会把你打趴下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可别吓唬妈妈了，是不是昨天相亲那女的欺负你了？妈，我好得很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儿子都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也不过来过问过问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？他去相亲没带保镖，结果醉倒在垃圾桶旁边，还是让巡逻警给带回来的。发着39度的高烧，还一个劲儿的傻笑，肯定是受什么刺激。你去跟妈说，子禾再也不去相亲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，非逆着妈的心思，七搞八搞的，非要拆散不染和陆岑阳，结果投机不成，反蚀把米忘，害得妈对咱们一家失望透顶。我现在自身难保了。要说你去，哎，我说姓易的，你怎么还有脸怪上我了？每次掉链子的都是你。要是你能说服秦勋配合，我的计划早就完成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指望易华能守住行业第1的位置，我也不图你能坐上这个总裁的位置。我图什么？我就图我们子禾好，我要他好好的。让你去跟妈说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子禾。你好话
你会说，我现在就一无业游民，我让妈少骂我几句，我就很好了。再说了，相个亲就走个过场，男人被羞辱了，找回来不就完了吗？爸，我不觉得羞辱，我是真遇上了。遇上什么遇上？我看你呀，就是跟你爸一样，喝上头了。易敏才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给妈跪下求情，也不能让她再这么逼儿子了，不然我就跟你离婚。我带着儿子从这个家离开，到时候你一无所有。哎呀，在自己妈面前还不敢说不了。妈，妈，是我的，是我低估了对手，又让你失望了。但我求你，别再让子赫就相信了，好吗？你们父子俩不是低估对手，是养尊处优。市场就这么点蛋糕，想要把公司做大，就要比别人多吃一点。吃不饱的话，就要从对方手里抢。别人的嘴伸得够长，就要连同对方一起吞下。易华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你们想接班，首先要对自己狠，才能够对对方狠。贵，我还没死呢！你明明被革职，还陪着克心一起出席行业聚会，渴望立功的机会啊！好，我给你一个。子赫没完成的，你去继续。盯紧秦寻，我就不相信他被陆岑阳抢走一切，心中就没有怨念。你亲自去找出蛛丝马迹来。妈，这破调酒的，我还亲自去。怎么了？连你也对我有意见？是，这分明就想支开我嘛，眼不见为净，这什么狗屁机会啊！你知道你在当总裁这段时间里，易华被品上抢走多少市场份额？你要觉得你盯秦寻是大材小用的话，你要想办法比敏德做得好啊！起码他在易华的时候，我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操心。妈，大哥再有能力，这说白了，他就是一个叛徒啊！我这2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是不是？您让我娶我根本不喜欢的孟可心，我为了这个家，我认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在你心里还就是可有可无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呀？我的儿子要有处理最棘手问题的睿智和冷静，不该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只会嚷嚷。起码敏德被我赶出易家的时候，不像有你这样失态。那你干脆以后靠我大哥一家好了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你的审美永远在线。不是审美在线，是心情在线。看岑阳这么照顾我们家小冉，之前的担忧啊，就全都消失了。易敏德，敏才，哎，小才子，你干嘛这么大火气啊？都怪你当年占了名誉，让陆氏留下陆岑阳这么一个祸害。你知不知道，妈为了对付他，让我去跟踪一个调酒的。我堂堂一个易华总裁，去看这种吗？不是，小才子，妈让你去，你跟我急什么呀？我能不跟你急吗？你既然选择离开易家，能不能滚到一个让妈看不见你的地方？那我就不用再跟你比，不用在妈眼里永远像个小丑一样，被嫌弃的次子啊！可偏偏你不走，纵容不忍，吃里扒外，帮着陆晨阳跟我作对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不想让我好过是吧？那么大家谁也别想好过，谁都别想好过，过什么过？都别想好过！才子，你才来长本事了你！我长本事了！
怎么了？不要打了！你起开！冷静点！怎么了？我就长本事了！小菜子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冷静什么？我冷静什么？你让我冷静！慧云，慧云，医生，我妈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碍，她这个病忌讳情绪激动，以后千万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。好，我们一定会注意的。你可露面了，再忙你也不能耽误治疗啊！走，跟我去扎针。喂，休息天没见人，你跑哪去了？看我爸妈呢。想着接下来要为投标冲刺了，挤不出时间。你干脆把叔叔阿姨接到福月阁来住吧。原本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是怕身份被揭穿，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我问问他们的意思吧。我要去公司加班了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我们回头见。没事吧，小冉？爸，陆岑阳说让你和妈搬到福月阁去住。你替我谢谢他，只怕这样会更加刺激你二叔。我二叔他是幼稚还是无法无天？这次我真不能这么算。不要再把事情搞大了，没听医生说吗？不能再刺激你妈了。明天你就要上班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你妈明天就能出院，这边我陪着，放心啊。来，把水壶给我，我去打水。奶奶，听说你妈住院了，她就是身体太弱了。当然，这也不怪她，毕竟你爸妈玩不过敏才和可心两口子。可见，我让儿子联姻，娶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多正确呀！奶奶，您打电话来就是为了专门羞辱我妈吗？想不让敏才和可心去打扰顾慧云的话，不难，只要你肯听我的话。奶奶，您又要故技重施吗？在我进品上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您了，我不想。你更不想让可心和敏才两口子时不时去你们家闹，对吧？难道你是故意让二叔抓狂，好让他把怒火冲向我爸妈，逼得我必须为你做事吗？奶奶，怎么什么人都能成为你的工具人？你真狠得下心。你该明白，你爸妈的处境一直掌控在我的手中。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当然是你力所能及的事儿啊！把品上整套古巷改建图纸交给我。您对易华的设计部是多没有信心啊！要想赢品上，除了偷图就是偷图。去灭品上士气，这种手段简洁有效。记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抓紧办吧。老裴，聊几句再走吧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啊。浮夸。
妈，连我喜欢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想泡我，简直吃饱撑的。你们女人不就喜欢包包吗？这些都是最新的款式。我跟你那些轻易得手的女人不一样，我喜欢的是环保袋。哎，自聊两句呗。这是我们针对古巷改建的投标方案，大家可以根据资料参考，看看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。你该明白，你爸妈的处境一直掌控在我的手中。古巷呢有锻炼身体的器材，然后让那些年纪大的爷爷奶奶把品上整套古巷改建图纸交给我。在这一片区域。请进。刚好，不染把古巷改建的设计图最后定稿发给我了，看看。上午去扎了针，马医生说我治疗迟迟没有效果，可能是因为太忙的缘故。你不要太着急，这个事情得慢慢来。我想把这2年的年假一起休了。现在嘛，公司马上要面临一个大考。老板指的是古巷改建的投标吧？不染的设计已经收尾，马上就要进入投标流程的下一阶段。公司对于这种业务早已驾轻就熟，老板您就放心吧。我正好趁此机会给自己放放空，顺便再采采风，有什么好的思路随时跟您同步。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我给你批假，你自己出门一定要小心一点，最好能找个朋友一起同行，路上有个照应。我最想跟老板一块同行。我这一大摊事儿呢。说笑呢，等公司赢下古建改建再安排好了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易华一直对古巷改建的项目虎视眈眈，我担心他们又会做什么手脚。你把设计图备份好后放好，所有设备里的存稿全部删掉，这样我才放心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的。来接你下班。你的设计我认真看过，我对你很有信心。我没设计过这么大体量的，确实有点压力。自信一点儿，你可是赢过陈曼妮的人。那可是托了你的福，我还是清楚自己和知名设计师之间是有差距的。你的定稿我看完了，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哗众取宠，更耐看，更有温度，而且更有美学生命力。就像你一样，越相处越喜欢，越来越喜欢。虽然听起来有点肉麻，不过我喜欢。我知道。我的巧克力吃完了，你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一盒。没问题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旦设计图纸被蒋恒认可，我就不相信这陆岑阳他会有失体面的跳出来，还指认我们抄袭。不过，他要真的较真的话，咱们也不怕，咱们可以把责任推卸到不染身上，说他出卖了品上。华董来的真早啊！
陆总，气色很好，是以为赢定了？小心阴沟里翻船。我的信心是易华给的，你们把最好的设计师让给了品上，我当然有骄傲的资本。不然吧，我比你更了解她。这丫头最大的本事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想让我出卖品上，没门儿。不然，棋子只配被人利用。你将要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啊！话懂还敢用这种情绪管理不及格的中年男人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比你一家人更忠心耿耿。为什么他们还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？这边，我们也进去吧，别担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公司关于古巷改建的主张就是全部翻新，追逐潮流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有请易华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很荣幸参与这一次古巷改建的招标。易华对这一次的古巷改建项目设计方案十分重视，召集了全国最顶尖、最懂东方美学的空间设计大师，以新老结合的设计师组合，力求在传承古典建筑美学的为什么我的方案还会落在他们手上？打造出让年轻人喜欢的新文化村。易华这次的方案很创新的。妈，我相信里面的东西应该能让我将功折罪。这是什么？我虽然戚大哥在您心目中永远比我重要，可是我始终想着为您为易华出力。我在品上收买了一个员工，拿到他们的设计图纸并进行了优化。另外，我还找了关系，让我们在品上前面介绍方案。难得你的思路和我同步，命才知耻而后勇也。谢谢妈夸奖。他们抢在我们前面发布了，那我们该怎么证明这是品上的方案？以上是易华设计的阐述。易华身为到底是谁泄露了不然的方案？在设计上，本着向在座的诸多新生力量学习的态度，来参与本次的竞标。能不能被选中，我都希望我们能为乡村文化的振兴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易华的方案太完美了。接下来有请品上集团展示并陈述古巷改建的方案。是挺期待品上的方案。
品上这次的项目。等一下。新方案在陈曼妮的协助下及时完成，接下来交给我来阐述吧。没事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各位好，我是品上的姚乐飞。最近，我与著名设计师陈曼妮老师走访了一些文化气息浓厚、发展和保护都做得不错的古巷，并邀请了陈曼妮老师为我们的方案做出了优化。大家请看。大家能看到，古巷升级不光是给它化了个妆，还要赋能古巷诗意生活的全景规划，包括文化发掘、景观修复。更重要的是要让年轻的原住民想要回家，愿意回家。难道陆晨阳早就有备案？想要来到古巷，看到能让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如果我们拿出的方案是不染技术上的1:1版，那么眼前这个方案起码是2.0版。不染，当初我输给你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你也要找我合作呀？上次事就没办成，这次能行吗？这次邀请你的项目，一定能让你一雪前耻，好好教训不染。不染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表面上算是的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说是间接的仇人，也不为过。这些就是我们基于以上理念做出的改建设计效果图，大家请继续观看。这方案这么做，比易华的更加完善，不愧是品上出的一项的最好，这次更加创新了。短短时间内，品上准备的那么充分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是那个不染告诉陆思阳我们的计划，让陆思阳背得好手，都怪那个不染。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他一边说相信我，一边却让姚明和陈曼妮准备了第2套方案。从始至终，他就没想过用我的方案去赢得这次投标。棋子只配被人利用，你将要上的一课会很深刻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方案。不愧是品上了，这方案既创新又完整，比易华的更加完美。走。恭喜陆总，品上的方案真是太优秀了。陆总，我们评委会会对你的方案认真研究的。老板，听这掌声，品上赢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竟然一再踏着易华的利益去讨好陆岑阳，我会让你知道背叛我的后果。我没有。不是你配合陆岑阳，那他怎么会提前准备一个完全压制易华的方案来？哪有当小偷的人还理直气壮的？谁是小偷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谁让你拍了？你比你妈蠢多了。你妈至少选中了敏德肯对她好，而你呢，相中了一个只会利用你的人。陆岑阳根本没打算用你的方案，他根本不相信你，而你为了他，彻底失去能救赎你爸妈的机会。很想念你
来我能利用这次机会让奶奶不再针对你们，可我做不到。我不能辜负陆次阳对我的信任，但可能他也没有那么信任我吧。陆总，原来我只有不快乐的时候才能想起找秦勋，不应该把他当我的情绪垃圾桶。今天竞标现场最炸裂的新闻是，不染挨易华董事长耳光的视频。我还听说凯瑞姐突然离职，也是不染责怪。当然是他，你当他什么好东西？陆总不喜欢同事之间相互议论。小杨，好，这么晚来公司，有事吗？哦，我那个钥匙忘记拿了，我回来拿一下。不染刚把古巷设计图做完，你动作小心点，也不知道他保存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请假就是为了背着我准备另外一套设计图？有了福利院的前车之鉴，我多做一套备选方案也是经验之谈。所以你怀疑是不染泄露的设计图？我只能说今天是个意外。我只是让陈曼妮在不染的版本上创新，这样的确能够增加胜算。说到底，让不染难堪的是易华，不是品尚，更不是我。是，你今天高瞻远瞩，替公司挽回了局面。但公司那么多设计师，就算你信不过不染，为什么要找陈曼妮？终止跟陈曼妮的一切合作。在创业的时候，老板说我们做建筑行业的，永远要把设计师放在第一位。今天却要为了不染，要把陈曼妮这么优秀的设计师拒之门外。老板，你以前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意气用事。出了这么大纰漏，你都不怀疑不染吗？你就那么希望我怀疑他？我怀疑他什么？怀疑他泄露设计图给易华吗？我和你认识他多长时间了？他是这样的人吗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是谁做的？原来你早就猜到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把不染赶出品尚，他是一家人，就不该留在这里。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思琪的记忆是丢了，但是老板应该或许记得。思琪的伤是怎么来的？爸爸当初从楼上一跃而下，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有注意到一辆车撞过来，是你把我推开的。这个疤就是你替我手上留下的。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没有。既然老板记得那么清楚，那一定不会辜负思琪的吧？今天就算站在我面前的是思琪，我也是同样的态度。
这么巧啊？不巧，我是看你的车从我的店门口开过，明明想找我就不进来，想着你应该有心事。追踪我来这儿的，厉害呀你！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然可是易家练大的，是那么容易受委屈的人吗？就是工作上出了一点小事儿，需要反省一下。你都能来找孩子们了，能是小事儿吗？我那是很久没有见孩子们了，和他们待在一块儿，人特别的轻松，还跳了舞，把缺少的锻炼都补上了。别掩饰了，孩子们只能治愈你的心情，不能解决根上的问题。你应该告诉我的，军师长时间受不到指令，脑子可是会生锈的哦。说的有道理，正好有你用武之地啊，你帮我查查，是谁向易华出卖了我的设计稿？行啊，能聊聊报什么？我让我妈给你做全世界最好吃的糖醋里脊。成交。那这样，你去查，我回家让我妈准备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提高效率。你呀，行，钱是欠着。快来！忙了一天了，能吃到阿姨您做的菜，简直太好了。来，喜欢你就多吃点。谢谢阿姨。你阿姨这病啊，刚刚痊愈，一看见你来，立马有力气下厨房了。谢谢阿姨啊。但是你这次一个人来，和小冉吵架了？是啊，所以才来向您二位求助的。你倒真实诚。我觉得让不染相信我之前，有必要先取得敏德叔和阿姨您的信任。你阿姨呢，是个颜控，看见你这样的帅哥啊，一定好说话。参阳，不瞒你说，我们知道小冉去了品上，曾经提醒过他不许对你动心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信不过你的人品，只是我们两家之间有着太多难解的误会与伤害。不过小冉能跟着你学点东西，我们也是很欣慰的。阿姨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不染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跟他之间，也是我先行动的。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率真、最善良、最勇敢的。今天我们在古巷的改建竞标会上，和易华竞争得很激烈，中间也发生了很多的小插曲。但我唯一确信的是，不染不会被华董利用，毕竟她是敏德叔您的女儿，也是我爸爸唯一认可过的儿媳妇。岑阳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爸爸被逼上绝路和我有脱不开的干系。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肯谅解我的？叔叔，之前那些匿名的提醒电话，都是您打的吧？你都知道了？这些想要知道很容易查清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。7年前，您主张两家公司合并，利用易华的资金优势和陆氏的项目优势，抱团度过行业寒冬。但有人在确认的合同当中加入了严苛的成本控制标准。明知道我爸爸有过分追求细节的脾气，还故意惹他不满。他想要毁约，就只能找到您，而您在关键的时候离职了。后来，陆氏被追诉了高额的违约金。我原本想利用自己的辞职，迫使易华退让，结果我和妻女分开了7年。更没想到的是，明宇兄
不愿意被易华绑架，结果被逼得结束了生命。对此，我充满了遗憾和愧疚。崔阳，小冉和陆兄是一样的人，心思里只有把事情做好，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。叔叔，您放心，就算您今天不说这些，我也绝对不会怀疑不然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来你们家蹭饭的。华董的套路我们都懂，如果我辜负了不然，他就能挑拨您来对付我。所以，那不能，我们不会变成那种人。阿姨您放心，想要扳倒易家，就凭易敏才和易子鹤那点能耐，我早就借他们把华董气得怀疑人生。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，是因为我不想变得像华董一样。如果易家倒了，会连累千千万万的员工和客户。我不想陆氏的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。那你就不怕因为你的心软，早晚易家会反扑？心软不是我的弱点，而是我磨砺自己变得更强的理由。我会强大到改变易华的经营理念。只要有不然，还有您二位的支持，我非常有信心。今天的意外，对我来说是个提醒，我不该让不然被人捏住软肋。阿姨，您今后的治疗都包在我身上。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小冉那边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让你们俩被外人挑拨了。明德说，其实是我找不到不然了，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们想办法。你能帮我问问不然他在哪儿？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好。我这边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，但我想 Carrie 之前也是帮易华做事，他走了之后，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你们公司跟他走得近的人接替了他？来了，夫人，很明显是他出卖公司，陆总却一直偏袒他，也不知道不然使了什么妖法。他要是还有点自尊心，最好能够低调的离开公司。现在一想到还要和他共事，简直羞耻。小杨，你怎么知道是陆总偏袒了我？网上都发了你挨华董耳光的视频，而且你们的对话也都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那你听清楚华董说什么了吗？华董说的是，我把易华卖了，他不会原谅我。换言之，他收买我没有成功。陆总清楚原委，才相信我没有背叛公司。但是你依然在这里嚼舌根，还说什么偏袒？是啊，偏袒的意思是说，明知道我错了还要包庇我。视频已经证明了我没有错，你又为什么就要说我错了呢？心虚的人才会贼喊捉贼，该不会偷图纸的人是你吧？你胡说！上周六我亲眼看到你鬼鬼祟祟进入公司，还打开了电脑，不是偷图纸是什么？设计图都是我画的，我用得着周六鬼鬼祟祟来公司的电脑上偷吗？时间地点干什么你都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看这偷图纸的人就是你。啊，对了，设计部里面虽然没有监控，但是你在公司逗留了多久，门口的监控可以查得清清楚楚。你少诬陷人，在没有实质性证据之前，谁都不要信口开河。都很闲吗？回去工作去。姚蜜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设计图会被易华偷窃？还特意准备了第二套方案。
因为我清楚你的身份，我身为品上的董秘，有理由怀疑一切一家人。所以是你选择了陈曼妮，就是想让我不满，和陆总不合适吗？不然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。至于你怎么想，那是你的事儿。对了，老板他今天还没有来公司，你要告状的话，回家告好了。老婆来了，坐吧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设计图纸可是我找人偷回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妈现在应该十分清楚，我和你之间谁更重要。我现在是易华的总裁，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。不过，我帮你跟妈说了好话，我的办公室给你，你现在就是易华的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内务。你这个婆娘，连老公的房东你都抢啊！我坐上这个位置，都是为了子赫，你最好跟我相向而行，争点气。钱都给过你了，你还好意思再来跟我要？人在哪儿呢你？你等我。出去避避风头，以后再也别联系了。易总，你私会我的员工，你就是让他偷走我们公司设计图的幕后主谋吧？什么偷图啊？哎，偷情不行啊！哎呀，易总，现在偷情都这么光明磊落了，佩服，佩服。小杨，如果我把你跟易总的事情告诉易夫人，知道得罪孟家是什么后果吗？陆总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那得看易总是什么态度了。易总，我们两个做个交易吧。你答应我，从今往后不再为难易敏德一家人，我就不拿你收买小杨的事情为难你。我们录个口头保证，就算成交了。易总，这钱我不要了，你让陆总放过我吧。陆总，我其实当时还是很犹豫的，我原本不想这么做。如果不是当时杨幂提醒我，我不管当时，我只管现在。如果易总不答应，小杨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人证，我依然放过你。陆春阳，我答应你。我易敏才保证，不再找易敏德一家的茬。不然呢？你有的是办法说说啊，还要什么不然啊？陆总，我现在就辞职，保证以后再也不说不然的坏话。您别追究我，我其实是想和男朋友结婚，但男友能力一般，家里一直反对。我想抓住爱情，才铤而走险，拿这笔钱。爱情很重要，但你让不染和我之间有了误会，这怎么算？对不起，陆总，我祝福您和不染甜甜蜜蜜，百年好合。您就饶我一次吧。他说到我心坎了，你来决定吧。小杨，收回你的祝福，走吧。不是，人家祝福挺好的，干嘛要收回啊？
真有你的！我只是怀疑小杨，你就特意找到他跟到这儿？你要是想要表达感谢，你就直接说。我是为了让你尽快洗清出卖公司的嫌疑。我的嫌疑是洗清了，但是公司的做法让对陆总掏心掏肺的设计师寒心了。不是，车在那边。谁要坐你车啊？哎呀，还生气呢？姚蜜的做法确实让你难堪了，我替她跟你道歉。他的行为用不着你来道歉，我就想知道，他做第二套方案是你授意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陈曼妮也不是了。这还用说啊？我早就跟姚蜜说了，终止跟陈曼妮的合作。倒也不用，毕竟竞标上的设计图是他画的。那也是在你的基础上做的调整。要不是你前期熬夜爆肝，后期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快画出那么复杂的设计图？还生气吗？生气算不上，就是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。商业竞争不是儿戏，姚蜜为了公司考虑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我的身份特殊嘛。你不要顾虑你的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只在意你是你。如果你心里还是不舒服的话，我带你去一个我平时放松解压的地方。如果是唱歌、洗脚、按摩，那我就不去了，俗。不然，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。走吧，特别好玩。走了。这都25块钱一个网。好嘞。Hello。这小孩玩的玩意，你也好意思带我来？我也有。怎么，觉得丢人啊？感情你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磨砺我的内心啊？你要是觉得用了陈曼妮的设计心有芥蒂，那就应该磨练磨练自己强大的内心。我给你展现一下我的绝活。怎么样？哎，别在意别人怎么看，专心捞鱼。小朋友，我们俩比赛。我又捞到了。有你在我身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运气都变好了。哎，这，你这一碰我的网都破了，咱俩八字不合。哎，是。乖。怎么样？我们两个配合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这边。再来一条。哎，你放开吧，我自己玩。你今天受的委屈最大，所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？没有。我们说过要相信彼此。事情发生后，我唯一担心一件事，就是你不理我，所以我才跑去你家找你爸妈办救兵。那你的救兵也不太靠谱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为你说好话。那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臭美。那这样，我们比比，看谁今天捞的鱼多。你如果比我多的话，骨相改建，我让你跟项目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内心够不够强大。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要，没有其他。忘了告诉你，为了赚出国留学的学费，我之前摆过捞鱼摊。厉害啊！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，希望你
什么呢？泡妞泡妞，你就知道泡妞，你干点正事儿。妈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们已经复职，但奶奶是因为又是给品上无人可用，才给你们机会的。爸，你要好好努力。嘿，臭小子，你叫得上你爸是吧？我用你教吗？你爸我啊，现在只管内务，是没法跟那个陆岑阳直接过梢，所以爸得借你的拳头。可我要追姚乐飞啊，没时间做你拳头。追谁不好，非追那个呀？陆岑阳的秘书。不过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陆岑阳拦着，你就没有可乘之机啊？所以你得给陆岑阳找点麻烦，让他无暇分身。爸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呢，看过品上的方案了，他们要求古巷修旧如旧，居民们早就住厌了那些破房子了，他们想趁这个机会盖小楼呢。咱们呢，就煽动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去抗议。那陆岑阳还敢跟他们抢势不成？收买几个居民倒不难，可是我现在没钱了呀。我有，我给你。本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，你非要跟来。王阿姨请我吃饭，你倒是不客气。你嫌我拖油瓶啊？这里面备了解酒药，保温杯里装了蜂蜜水吧？你是猜到我要来干嘛，才特意跟来的？你上班的时候出马，肯定是古巷改建上出了问题。王阿姨做东请吃饭，那肯定是要跟居民谈判，少不得要喝酒的。你能猜到这么多，就值得带上你。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对我们主张用老旧材料保留古巷的文化古韵，有些居民有不同意见，就一起吃顿饭，跟居民们阐述一下我们的设计主张，让大家拉近一下彼此的感情。果然不是一顿轻松的饭。下次再有这种饭局，记得带上我，否则就是拿我当外人。不拿你当外人，这样，我负责喝酒，你负责开车送我回家，要记住滴酒不沾。嗯。他们不像是能轻易拉近感情的脸色。没事儿，万一吵架，我有斗鸡女孩。一会儿喝醉了，你自己回去。我给各位哥哥倒酒。哎，陆总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在这巷子里头住了有些年头了。说实话，早就看腻了这些破屋烂瓦的房子了。这巷子改建，说白了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人服务的。是啊，哎，你想这巷子里头留下来的这壮年，大多都还没结婚呢，还没呢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这女的嫌我们穷，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这一嫁过来就得吃苦。这好歹来机会了，所以说这建材方面，我们必须要去用新型的，啊，还得是环保的材料。哎，对，陆总是这样，我们呢也没想那么麻烦，就是想像电视里那样，就是高级一点，敞亮一点，好看一点，这样的房子就够了。就是别花那么多钱了，又是人力物力的，到时候整个老底子那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陆总，你也不想看我们几个都一辈子单身吧？哎，就是啊。哎，我没恶意，知道你时常来扎针，想陪着你。我是认真要追你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不过就是在酒吧帮你解围而已，你就爱上我了？太荒谬了！从来只有我替女人出面，第一次有女的替我出面。不喜欢你喜欢谁啊？喜欢是双向的，而我对你厌恶至极。哎，
你不就是陆强的秘书吗？门派没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？大不了从品上辞职，我养你啊。你要工作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夫妻店。这么舍不得品上，你是不是喜欢陆残阳？闭嘴！要喜欢陆残阳，我劝你还是别想了，他是不会和我姐分手的。你想想，他不仅当众宣布了不染是他女朋友，甚至在知道他是一家人的情况下还喜欢他，连品上都不管不顾的。你呢？这么多年他都没能看上你，说到底你就只是一个秘书而已。来，陆总大家都认识，这边这位是给我家翻修房子的设计师不染，看看我家的房子设计的多漂亮啊！现在儿子一家回来的也多了，你们这些人多听听高手的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随便说。哥哥们结不了婚，只是因为房子不好吗？在我看来啊，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一是收入，只要增加了巷子的旅游吸引力，那收入自然就增加了呀。第二是思想，你们天天被这么美的环境培养着品味，那保持住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被轻易带跑偏了。我的手机里有一些类似的案例，大家可以看看效果，实际出来的效果非常漂亮的。来，村长您看看。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哎对对，这个这样，哎你看这不错，这也挺好看。喂，姚蜜，什么事儿？哥，我是思琪。你跟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突然有点急事，我们得先回去了。陆总，你这电话来的也太巧了吧？不会是不想和我们一块喝吧？不是，陆总，王阿姨酒菜都准备好了，你这现在撇下我们，这瞧不起我们呢？哎，几位哥哥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留下来，陆总在这儿只会影响我的发挥。你们几个说什么呢？岑阳是自己人，他一定是有要紧事才不得已。布小姐能陪我们吃饭，就代表陆总，啊。是。陆总，你有事就赶紧去吧，啊。村长，不染不胜酒力，我希望能。你放心，大家心里有数，图个高兴，别担心啊。你别逞强，我去就回。王阿姨，别让不染喝酒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最爱啰嗦的老板走了，我们不得鼓掌欢送一下？我们接着聊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臭丫头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不一直都在吗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你们兄妹俩好好的聊一聊。谢谢你啊，马医生。多亏他最近比较配合，我这招牌总算没砸。对了，哥，我这突然把你叫过来，没耽误你工作吧？我妹妹记忆都恢复了，什么工作我都得放下。哥，我们找个时间去祭拜爸爸吧，还要告诉李师傅。对了，我还要告诉易家，他们不是一直都想找到我，然后利用我来对付你吗？我要亲口告诉他们，想都别想。好，只要你高兴，什么都依你。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儿，尽管吩咐。眼下就有一件棘手的事要麻烦大哥，你得帮我赶走缠人的易子鹤。易子鹤。嗯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